对我来讲，我觉得香港就是因为把香港称为东方明珠，但是我觉得这个珠还不如换成翡翠。我重复的用翡翠，这是就是不一定是指它的电视台，但是引起是翡翠是代表某一种流行文化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词儿。翡翠只是重复了一下，你看两个英文单词也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在江面上看到的那些小孩游泳呢，很多人在河流边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翡翠的感觉。水很简单，因为咱们家一看就是海边，因为我是从珠三角来的嘛。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经常隐喻影像，就是我们说水是隐喻这个影像的时间感。你这个水它不可能有具体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但是幕墙给了它一个非常具体的，就是一个截面，你前面的经历都汇聚在幕墙的前面。哇，那个4个，哇，这个好啊！我经常会说机器会怎么看，我看到什么我就不是说仅仅是我在看，就机器会怎么看。因为像纪录片经常会谈到这个人际关系嘛，但是我讨论的不是简单的人和摄像机的关系的，就是说摄像机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因为我用的是600mm的长焦，我就觉得机器肯定会把它处理成一个晕乎的一大团的那个破坏的那种，就是其实就是极限吧。其实它就像影像的一个很灰色的地带，但是它又有图像，又有光感，又有一种很糊的形。我觉得这种糊的形其实是影像本身的那个容器的边缘。他们家的这个幕墙它也是特别巨大，所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是装载影像的。这个幕墙的这个摆页的时候，它形成这种非常虚的，那你再靠近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完全失效的。简单一点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数字影像它的极限的时候，它丢失了所有的形象。我的拍摄的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非常尊重这个现实中拍的是什么样的，就不会通过后期来做非常多的虚假的效果。比方说我这里拍了一段，在那边拍了一段，他们之间是可以无缝的，就是渐变在一块儿。但这个时候这条片子中间有几个地方我是故意让它变得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不是同一个地方，就没有那种连贯性，但是你会觉得它就是连贯性，你会原谅那个这不在一块儿呀，不是一个地方呢。不同地域的差异嘛，你去到那个越往上游走，人的那种跟土地的关系就更古朴了。比方说小孩在河里洗澡，那我小的时候才会差不多那样子，但是其实你在整个广东省基本都不可能有这种，还何况在香港还是海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丰富性就是所谓的珠江，恰好是不同的水的变化，然后形成人的不同的形态或者那个生活的情节那个感觉，这个变化就是流域。明显比方说你从那个几个人在戏水，几个男生对吧，然后摇过来就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在那个婚礼之吻。实际上取景就是机会，这是人呼吸的机会，你不由自主的很自然的呼吸了，对吧？你的拍其实说索取一点就是万千美妙中间的一点点吧，甚至一点点都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带有这种敬畏之心。影像的技术在今天来讲太丰富了，太复杂了，所以我们追寻它的基础问题是显得越来越重要。最后那个镜头我是刻意还达到了让2分钟的长度一个静止，所以我觉得可能影像到最后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从幕墙了以后又看到幕墙？就是关于屏幕本身的问题，关于影像的基建的问题。